山魈传说。关于这个山魈，现在官方的解释是猕猴的一种，尾巴很短，脸呢呈蓝色，鼻子红色，嘴上有白须，全身呈现黑褐色，腹部白色，多群居。然而住在深山密林的人呢，却知道所谓的山魈其实说的就是栖居山里的鬼怪。只不过由于山魈一般只栖息于这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，加上这文明社会的发展，这无神论无鬼论的盛行，山魈已经不为人们所知，乃至不为人们所信而已。但是人们可以不相信它的存在，却不能否认它的存在。毕竟有些事情科学是无法做出解释的。我家呢是住在湖北团风的大山深处，我们那里呢不说和现代文明完全隔绝，但起码也是处于半隔绝的状态的。我所居住那个村子离县城很远，要走2个多小时才能搭上去县城的车。平时除了村里熟悉的面孔，很难再见到其他人了。再加上随着社会的发展，这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去打工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山上搬下去，到最后只有10来家还坚持在这个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。我在很小的时候呢，就听母亲说过我们这里的山上有山魈的事儿，可就是没见过。每次我问母亲关于山魈的事情，母亲总是一脸严肃的叫我别瞎说，但同时呢却总叫我晚上别瞎跑。看着这母亲严肃的神情，我只好作罢，不再继续追问山魈的事儿了。不过这心里却对山魈充满了好奇和疑惑，一直到长大。一天晚上，只有我和母亲2个人在家。吃完饭后呢，我们正津津有味的看电视，但却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给打扰了。等到母亲去开门后，她却一脸严肃的叫我马上去帮忙，去后山上找人。我这心里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连忙问母亲这来龙去脉。母亲告诉我，我们附近的邻居张大爷傍晚去山上牵牛后便突然不见了。等到我火急火燎赶到后山的时候，却发现全村的人都拿着火把在山上找人呢。我们找了好几个小时，几乎跑遍离我们相隔很远的其他山上都去找了，可是呢就没发现张大爷的影子。我们的眼睛极力在微弱的火把下寻找，可除了阴森森的树影，什么也看不到了。就在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张大爷家养的一条狗突然叫了起来，打破了宁静。我们就循着狗叫的地方找去，终于在刺棵里找到了张大爷。只不过此时的张大爷已经是半昏迷的状态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的衣服居然被什么刺划的成一条一条的，而且手上和脚上都擦破了皮，上面还流着淡淡的鲜血。我们来不及多问，便将张大爷抬回去安顿好了。这第2天呢，张大爷醒来后，他告诉大家说，昨天傍晚去牵完牛，正准备回家，却不知道被什么给迷住了，一下子失去了意识。等到微微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而且头晕乎乎的，不久便昏睡过去了。听他说完，除了我以外，其他人恍然大悟，说是张大爷被山魈给引了去了。在随后的聊天中，我得知原来世界上真的有山魈，他们是游荡在山林里的孤魂野鬼，平时有机会就会迷惑人。他们会让被迷惑的人翻上平时他们无论如何也爬不上去的山坡，还会将迷惑的人引到刺棵里。不过这些人会受很多的皮外伤，他们甚至会请人吃面和大饼。只不过面是松针，
和这个树叶做的，而大饼呢是牛的粑粑做的。山魈呢一般并不会将人害死，但被山魈迷惑并不是没有害处的。据说呀，被山魈迷惑过的人会短寿。后来张大爷呀，的确在1年后就过世了，只是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和被山魈迷惑有关。此次以后呢，我就再也没有听说过和山魈有关的事情了。直到现在，我也弄不懂为什么山魈会迷惑人，难道只是好玩吗？谁知道呢？好了，这就是我为你讲的山魈的传说，假发上的寄生灵。自从失去那头乌黑油油的及腰长发以后，小美总觉得自己像个怪物，时时刻刻被周围的人们当作奇珍异兽参观的怪物。就像现在，她明明已经用围巾将光秃秃的头包裹住，明明已经穿了颜色最暗的大衣，明明已经走到路灯照不到的角落，为什么呢？还有那么多人带着奇怪的眼光看过来。所谓当局者迷，说的就是他吧。大夏天的，谁会像他一样将自己紧紧的包裹呢？还时不时的停下脚步，四下张望，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惹人瞩目似的。按说呀，头发没了总还会长出来的，倒不至于如此癫狂。可惜的是，无论小美如何哀求医生，得到的答案总是对不起，由于疾病原因，毛囊已经无法使头发再生长了。小美呢，消沉了好一阵子，随着这心理压力越来越大，她甚至呢不敢在白天出门，只能在夜晚的时候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才算呢没跟这个社会脱轨。漫无目的的行走着，小美越想越觉得人生过于惨淡，越想越觉得呀自己的生活充满了苦难，几乎多次在脑海中浮现了轻生的念头，又被自己给压制下去了。如果头发能回来该多好啊！那么小美呢，还是那个自信美丽的小美，而不是大街上的异类，只会低头的怪物了。这走着走着，行人越来越稀少，这路灯呢也是越来越暗了。然而小美并没有发现这些，她呢只是习惯性的沿着路边走，等到自己的思绪回归的时候，却发现面前呢是一条陌生的街道。姑娘，要假发吗？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跟她打招呼。他面前的摊子上呢摆着各式各样的假发，其中倒是有不少小美喜欢的款式，然而假的就是假的，他宁愿被当成怪物，也不想哪天呢被人揪了假发沦为笑柄。似乎能够看透小美所思所想，男人呢先是谨慎的向四周瞧了瞧，这才神神秘秘的开了口。姑娘啊，我家的假发和别人家卖的可不一样，我家的假发戴着呀，就会在你的头皮上生根，不出1个星期啊，就会完全属于你的头发。男人的话诡异而诱惑，像罂粟花一般，让人明知道有毒，却还忍不住靠近。如果这个男人的话是真的，那么自己呢就会拥有一头美丽的秀发了，到时候他再也不会因为别人的目光而自卑了，他会重新拥有自信，会脱胎换骨，成为全新的自己的。这真的可以吗？小美呢嘴唇嗡动着，似乎有些怀疑，却又忍不住去期望，只有小心翼翼地望着男人，眼神炽热。男人呢也不明说，反而拿起摊子上一顶这个及腰长发，来到小美的面前。姑娘，我觉得这样的发型和发质比较适合你，
你觉得呢？这男人呢，一边蛊惑着，一边拿着假发在小美头上反复的逼视着，丝毫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妥。这小美倒是有所察觉，毕竟啊，寂静的深夜，单身女子太不安全了。然而呢，她还是宁愿去相信这个男人的说法，因为对于现在的她来说，头发无异于救命良药，所以便觉得这男人的行为有些逾矩，也只是稍微的向后退了那么一小步，就停下来，任由对方比划了。确定买吗？确定的话，我就帮你把它带上了，可不能反悔。这男人呢，伸出手做了个数钱的动作，豆大的眼睛滴溜溜的看着小美打转。小美则是贪婪的望着男人手里的假发，虽然知道不可信，但是长久以来压抑的情绪却忍不住捣乱，硬是让他心甘情愿的掏钱买下了它。男人乐滋滋的接过钱，先是摸了摸假发，待确定以后，这才不慌不忙的将假发给小美戴好。记得啊，第1个月一定要保护好它，别让它离开你的头皮，等到1个月以后，它就属于你的了。这男人呢，再三调整头发的位置，终于满意的眯起了眼睛，向小美交代起注意事项来。这小美一听到头发在1个月以后就会属于自己，又哪里会不满意呢？一边道谢，一边摸着刚戴上的假发，晃晃悠悠的回家去了。然而小美终究没能坚持到1个月，只是为了个好看的发型，头发却被迟钝的梳子给扯了下来。她赶忙弯下腰去捡，却没看到这镜子里涌现的一团黑雾和黑雾中那张惨白的脸。应该没事吧，大不了啊，那1个月的时间就从今天算起好了。小美这样想着，对着镜子呢，将假发整理好后开始梳头，却没有发现自从那天以后，在镜子前面待的时间却是越来越长了，这神色越来越痴迷了。镜子里那个长发飘飘的绝色美人是谁呢？是我吗？好美呀！小美惊叹着，双手抚上了自己的秀发，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姿势，眼神愈发的迷离了。若是认识的人看到现在的小美，一定不会认得她，倒不是她真的变漂亮了，而是那形容枯槁的模样，那骨瘦如柴的身体，怎么看也不像一个活人。这很快1个月的时间就要到了，小美每每想到头发将属于自己的时候，就会忍不住的欢喜。这头秀发带她找回的不仅仅是自信，还有她从未想过的美丽。明亮的梳妆镜前面，小美拿着木梳一下一下的打理着自己的头发，眼睛里的笑意满满的，像是要溢出来一样。镜子中她长发飘飘，貌美如花，而现实中的她已经只剩下皮包骨头了，还拿着把梳子将自己的头皮刮得鲜血淋漓，那红色的血液顺着梳子沾染到假发上，竟是让她愈发的滋润起来。后来警察接到小美邻居的报警电话，在镜子面前发现她如同干尸般的尸体，死亡的时间呢，经法医确认是在昨天晚上。假发被当作证物带回了警局，却也仅此而已。法医也只能断定小美并非他杀，毕竟从尸体的痕迹上来看，她的致命伤口是源自于头皮上深深的刮痕的，而作案工具呢，正是死者手里那把不起眼的梳子。夜色深深，
男人依旧把自己的假发摊摆在路边，那一双绿豆大的眼睛扫视着路过的行人，挑选着下一位顾客。他从来没告诉过别人自家的假发是从死人头上扒下来的，就像他从来不会告诉顾客每一头假发就是一个寄生灵，会在吸食完他们的血肉后再次恢复沉睡。太晚就别坐公车了。我紧了紧脖子上的围巾，捏着那张皱皱巴巴的车票从车站里面出来，走到停车场。这期间呢，很安静，车站里也没有多少亮光。我看着回家的车昏黄的灯光，才找到地方上车。上车了才发现，安安静静的车厢里已经坐上几个人了，但他们清一色的散落着坐着，都低着头，或者玩手机，或者睡觉。真见鬼！司机，还要多久开车呀？我随便走到最后边坐下说。我没有看到，当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，这些低头的人都抬起头了。我只是看着司机，我不喜欢这车的安静，我想知道具体回家的时间。司机没有回答我的话，只是阴沉沉的看着我。我被他这目光一注视，不由得脊背发凉，打了个寒颤。摸摸手臂上的鸡皮疙瘩，我不再说话了，低着头玩起了手机。玩了一会儿，又上来几个人，我抬头看看，他们也都看着我。他们呢，有着和司机一样的目光。我刚酥软下去的汗毛又一次竖起来了，迅速低头，不再看他们。真是见鬼了！要不是加班没赶到车，我至于受这样的罪吗？这接下来只要有人上车，我就会感觉到有目光看过来。可我不再敢抬头了，也不敢抬头了。到最后，我身边坐上一个婆婆，她对我和蔼地笑了一下，这一笑呢，虽说温暖，但是啊，她那没牙的嘴巴看起来就像深深的窟窿，就好像啊，下一秒就可以把我吸到里面进去。我又一次感到了害怕，但我还是有礼貌地回一个笑容给她。我看着四周，人呢已经坐满了，司机也开始发动车子了。我继续低头玩手机。这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大约1个小时吧，我再抬头发现周围的人少了一半了。可这车呢，根本没停过呀。而且我突然想到，这开出停车场不是要过安检的吗？这车过了安检的地方也没有停下呀。我回想这一路上发生的事情，不由得更加的心灰意冷了。其实啊，这些离奇的事情我都看过了，应该在刚开始就下车的。我没有发现我想这些的时候，剩下的人呢，都看我这边来了。等我后悔回过神来时，整个车厢的人都围绕过来了，包括司机。可是这车还是在继续平稳的开着呀。他们都阴沉沉的看着我。我看向老婆婆，看到她那幽深的瞳孔里映着自己的恐惧，我晕过去了。我以为啊，我这一晕就醒不过来了，可没想到我还是醒来了。我看着天空中浓浓的烈日，不觉得刺眼，反而觉得解脱。还好我还没死。可是当我坐起来的时候，我却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没有见到过的貌似悬崖的底部，旁边呢还散落着公车的碎片和点点的人骨。我就躺在这废墟的正中间。我第一次感到了深刻的绝望。后边呢是森林，进得去不一定出得来，前边呢是万丈深崖，爬上去不一定上得去，这进退两难。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在废墟中啊，随便捡了点可以支撑身体的东西，一步步的往悬崖上爬着。
磨破了手，头上脸上呢也沾满了灰。当我爬到山腰的时候，太阳已经下山了。到晚上的时候呢，会有更多的危险。我撑着疲惫的身子坐在一个山洞前，这突然我低头看见一大片一闪一闪的绿色光点向我过来了。不好，这里还有别的生物。我飞快地往山顶上爬，用了我最大的速度与潜能。等我精疲力尽的时候，躺在山顶，月亮已经到头顶了。我看着回家的路，就这样躺着。等明天呢，我就有救了。突然远处的一片灯光打了过来，黄黄的灯光四处射着，我费劲地坐起来，虚弱地伸出手向那光源晃去。咯吱，车呢在我身边停了下来。哎，张子，没事吧？怎么这么晚了还一个人在这儿？是我们村的司机李叔。我看到这熟悉的人脸，不由得热泪盈眶。我有救了。啊，李叔，我不小心被司机丢在这里了，走太久很累，所以现在还在这里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哎，张子，快上车，阿李叔带你回家。哎，好，阿李叔，谢谢。哎，不客气，坐稳了啊。我坐在这个阿李叔的公车上，整个人才彻底放松下来。这车后边还有一个小姑娘。我问阿李叔，他说是路上碰到的，大意乘车。我不再疑问，摸着裤袋想掏出手机看看几点，不过我却没有摸到手机。我摸到的是一片温热。我低头看见自己的腰上有一只血淋淋的手，白色的骨头在车厢里显得异常的诡异。阿李叔，你看我的腰，有一只人手。张子，阿李叔转过头疑惑地看着我。我在低头发现呢，这腰上的东西已经没有了。可是那种温热的触感，清清楚楚的白骨血肉，我知道我没有看错。我不由得再次摸到腰间，却又一次摸到人骨和热血。看着这手摸的地方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呢，却还是有触感的，黏黏的，热热的，腥臭的令人发呕。我的汗毛又一次竖了起来，转身看着小女孩，却发现呢，她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车了。又是这样，怎么和刚刚之前一样？莫非？我僵硬地看着阿李叔的背影，突然间看见阿李叔用一只手开车，而另一只手血淋淋地插在腰间。突然阿李叔转身，嘴巴一张一合地说道：张子，太晚就别坐公车了。我看着那黑色的窟窿的嘴巴，看着里面血淋淋的红色，再也醒不过来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阿李叔在前几天死了，出车祸死的，有只手呢被车里的零件割的是血肉模糊，而这车上的小女孩和那车上的人们，其实都是出车祸死掉的。而那个悬崖底部那些残骸，其实是掉落山崖的一辆末班车，而掉落的时候刚好是年末，满满一车的苦命人都葬身在崖底，而我已经加入他们，成为他们中的一员，在夜晚的公车上等待着你们的到来。等你们接了我的班，我就自由了。太晚了，你还敢坐公车吗？快来吧，这样我就可以解脱了。接下来为你讲的是溺水的弟弟几次托梦给我。这个事儿该从何说起呢？我有一个弟弟，这高高大大，长得很帅，就是小时候一直身体不好。我比他大3岁的时候，爸妈都去外地打工了，都是我在照顾他，所以感情呢特别的好。
我记得他上5年级的时候被爸妈带去打工的地方了，而我是初中毕业了以后去爸妈待过的城市上了中专。就在我外出实习那一年，他因为生病做了一个大手术。后来过了几年呢，身体恢复好了以后，就去我实习的城市找了一份工作。3年前的5月份，我接到他的电话，可是不是他打来的，是他的一个朋友，说他溺水了。当时我以为呢是诈骗电话，就跟疯子一样跑到派出所以后，被告知他真的溺水了。我跑到当时溺水的湖边，还有消防队在打捞，我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捞了多久，就在他们快要放弃的时候，捞上来了。我当时真的很自责，自己没有照顾好他，想去看看，可是被警察强行拉开了。这当天晚上，我迷迷糊糊听到他在叫我，跟我说他是被别人用什么东西敲了一下小腿才抽筋上不来的。我当时害怕极了，爸爸也晕过去了，妈妈快疯了的样子，我就没有跟任何人讲。送他去火化那天晚上，他又给我托梦了，他是在殡仪馆化好妆的样子，跟我挥手说我走了。我从梦里就哭醒了过来。后来我会经常梦到他，每次梦到呢，我都会给他去十字路口烧纸钱。直到去年，我随着爸爸妈妈回姥姥家看姥姥姥爷。我姥爷呢是个风水先生，我们那边呢叫阴阳师。他呢问了有关于我弟弟的事儿，我如实跟姥爷说了以后，他跟我说我不能再给他烧纸，甚至是想他都不能想了。然后呢给我写了符，用什么木头给我刻了个小人儿，让我带在身上。用姥爷的话来说呢，我是被他缠上了，虽然我一直不想承认。那个符做好以后，我当天就带在身上了。晚上做梦梦到他了，以前做梦梦到他都是小时候的样子，这从来没有梦到他长大以后的样子。那天晚上啊特别奇怪，我梦到的事儿呢是他长大以后就是溺水前那个样子。我在梦里一直跟他说话，而他却用怨恨的眼神看着我，我当时难过极了。第二天醒来呢，我什么都没说，姥姥就问我梦到他没有。我把梦到的事儿呢跟姥姥说了以后，姥姥问我我跟他讲话没有。我说没有。姥姥就说那就好。至于为什么他也没有跟我说，我也不想知道。至于为什么我会跟我妈去姥姥家呢？因为那一年我生病了，跑了好多医院，吃了很多药也没用，而且整个人看起来很萎靡的样子，运气也不是很好。后来姥爷给的那个符被洗衣服的时候洗掉了。今年呢，因为姥姥身体不好，妈妈去看她的时候，姥爷又给我写了一个。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或许是心理作用吧。第一天拿回来的时候，我单独带着护身符，却没有带那个刻好的小人，睡了一晚上，感觉特别累。自从他走了以后，我睡觉特别奇怪，可是那天明明能听到妈妈叫我起床，能听到她做家务时发出的声响，却整个人就醒不过来。醒来以后呢，我就让妈妈把他们2个缝在了一起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类似的情况。姥爷说没事的时候让我一直带在身上。这后来身边又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但是呢，我一直平安无事。云雾巷中的灵魂之宋老师的灵魂。在一中旁边呢，有一条窄窄的巷子，巷子两边是废旧的工厂，没有人家。这巷子弯曲而悠长，如果2人相遇呢，只能侧身通过。在南方这个多雨的地方，
一旦阴雨霏霏的时候，这巷子里就会起一团团的云雾，常常让人看不清路，要扶着墙才能走。这巷子呀，也就得了个云雾巷的名字。传说在此时，如果下了细雨，云雾巷啊就会有亡魂出没。大多数人没见过，但是呢，传言是有鼻子有眼的。其中3个段子应该是这样的。这第一个呢，是宋老师的灵魂。在几年前的一个夜里，一中的宋老师死在了云雾巷里。那晚呢，他陪学生上了晚自习，又批改作业，回家时呢，已经是11点钟了。经过云雾巷时，夜黑的呀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本来呢，只有寥寥的几个路灯，偏偏又坏了多半，只剩下1、2个还亮着，落下一点依稀的光。这宋老师呢，本来就近视，这下呀，只能凭着感觉走。他对这段路本来是极熟悉的，毕竟走了20多年了，自从在一中任教，就要穿过这条巷子回家。里面的每一块砖，每一条坎儿，每一个井盖在哪儿他都知道，所以呢，他并不怕黑的。但那天晚上，不知道怎么的，一个井盖被人偷走了。宋老师蓦地栽进了下水井里，头部被尖锐的铁管给戳中，就这样死了。第二天天亮呢，人们发现宋老师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已经凉透了。宋老师的葬礼上，哭得最伤心的不是他的家人，而是一个男生，他叫陈格。他的哭呢，就有些耐人寻味了。因为呀，他挨宋老师的骂最多，大家都认为他应该是讨厌宋老师才是的，但他哭的却是肝肠寸断的。大家倒是对他呢，生出了一些同情心来。这冥顽不化的小子终于开窍了，能理解宋老师的苦心了。其实啊，这陈格的眼泪只有他自己才明白，因为那个让宋老师送命的井盖就是陈格偷走的。陈格跟宋老师的恩怨由来已久，他是没有上进心的学生。特别要命的是，在高3这年，他暗恋上他们班的班花夏彤。这书啊也看不进去了，只想着给夏彤写情书表达爱意。有了这个念头呢，他作业也不写了，课也不好好听了，整天就是五迷三道的，浑浑噩噩的样子。这天下午呢，陈格在宋老师的课上睡着了。宋老师见陈格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，气就不打一处来了。他走过去，用课本敲着陈格的脑袋。这陈格呢，正在做着好梦，突然被惊醒，一下直起身子来就要发怒。一见是宋老师，他两眼瞪得圆圆的，眼里全是不屑。宋老师见陈格这个神情，怒斥道：“这次考试你交的白卷，你是不会还是不想写？你还打算高考吗？对了，这几天的作业你都没交，你现在交给我。”所有的同学都齐刷刷的看着陈格。陈格莫名的感到啊，他们的眼睛里全是轻蔑，其中啊就有他最喜欢的夏彤了。他看着宋老师咆哮的脸，这眼睛里慢慢寄居起了仇恨来。宋老师要是坏了他的好事，这一段呢，陈格在夏彤身上可是下了不少的功夫的，帮他值日，替他出板报，课间呢陪他打羽毛球。夏彤对他的微笑也是越来越多了。有戏啊，陈格觉得夏彤的好感近在咫尺了。可是这一下全完了，可恶的宋老师把他的一切努力都破坏掉了。他的喉咙里呢涌上一股酸涩的热浪，眼泪就要流出来了，但是呢他硬生生的给压了回去了。好吧，既然你这样对我，也别怪我狠了。陈格在心里默念着，让他摔一个跟头，起码呢3天不能起床，也没办法再跟我发火了，跟我要作业。
陈格知道这宋老师回家是全校最晚的，总是在学生下完自习以后再改作业，往往回家的时候呢已经是11点了。别的老师呢早就走了，他总是一个人回家，而且要穿过这个云雾巷。那就在云雾巷里做点手脚吧。那个时间段呢，云雾巷里没人，也好行动。这陈格搬走了云雾巷里的一只井盖，并且呢把它扔得远远的，好让人们觉得是偷井盖的贼干的。最近呢，别的地方井盖也总是被偷，他呢又把路灯打碎了几个，这云雾巷里呢基本是一片黑暗了。都准备好了，陈格一看表，马上11点了。这是宋老师回家的时间，陈格窃笑了几下，就回家等着好消息了。但是啊，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宋老师竟然死了。他只是想让宋老师摔一下而已，并没想让他死啊。他听到这个消息，全身是不寒而栗。既有良心的亏欠，又怕警察找到他。这万幸的是，警察没查到什么，只是怀疑是捡废品的偷走了井盖。陈格侥幸逃脱了法律的制裁，可他心里很难过，所以在宋老师的葬礼上才会痛哭流涕。这高考结束以后呢，陈格去外地上了一所民办大学。4年后，他回家找了一份普通的工作，过起了平凡的日子。那天晚上，陈格的公司加班，他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子时了。这梅雨季节，细雨不断，云雾巷里升腾起沉重的雾气，路是一点看不见了。陈格只能摸着墙慢慢的走，他心里对这条巷子其实是有畏惧的。这让他想起了那个人，这是他一直困扰的梦魇。但是这巷子也是回家的必经之路了，他无法回避。这陈格战战兢兢的走着，突然呢就撞到一个东西，准确的说应该是一个人。因为这东西是软绵绵的，而且还能感到对方的呼吸，那气息呢很冷，非常的冷，像结霜了一样。陈格急吼吼的喊道：谁呀？对方呢并没有马上回答，却伸出手拿什么东西敲了一下陈格的头。陈格觉得那是一本书。对方说话了：你的作业呢？快交给我。陈格当时就无法呼吸了，这声音这话都只能出自一个人，宋老师。陈格鼓起最后的勇气，拿出兜里的打火机，打着看去，正是宋老师的脸，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色。宋老师呢吐出一口气，含起尸骨，吹灭陈格手中的火机。陈格陷入无边的黑暗和恐惧，他哭起来，哽咽道：我知道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害你，我也不想那样。这宋老师呢没有理会他，仍然是悠悠地说着：快把你的作业交给我，把作业交给我。这陈格拼命地往家跑，却总是撞到墙上，即使没有撞到墙上，又撞到宋老师冰凉的身上。他在绝望中呢跑了几个钟头，才跑出云雾巷。陈格到家里的时候呢，整个人都傻掉了，嘴里只是重复着一句话：是我害死了宋老师，是我害死了宋老师。他的父母怎么问怎么劝，他就是坐在那里重复这句话，不吃也不睡。最后陈爸爸带他去医院，医生说呢是得了精神病，住了几个月的医院才好了一些。这出院以后呢，陈格去公安局自首了，说自己害死了宋老师的过程。但是时隔几年，证据已经毁灭了，而陈格还有精神病，他说的话呀更不能取信了。公安局呢就把他送回了家了。陈格待在家里，
找出了高3时的作业本、书本、卷子，因为心里有愧，他都没有丢掉。他写着宋老师留下的作业，一本一本的写着，足足写了1整年的时间，装了满满一麻袋。陈格来到宋老师的墓前，把这些作业呢都给烧了，望着作业本子变成白色的灰烬，在空中飘飞。陈格的心头负重稍微减轻了一些。后来陈格结婚了，有了儿子，他对儿子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老师留的作业一定要好好写，这是学生的本分。”他儿子的学习成绩呢，也一直很好。荒村古宅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每当我想起那段经历，仍然有些许的后怕。3年前的初春那天，北方的天气呢还有些刺骨的寒冷，我和几个驴友计划到一个山里的村庄冒险。这缘由呢是有位驴友在网上看见这个村子有罕见的美景奇观，所以呢就组织了一帮人前去看看。这一路上呢都挺顺利的。到了一天下午，我们到山里的一条小路前，根据这网上的帖子的说法，沿着这条小路走下去，便能到达那个无名的村子。只是这帖子里建议啊，我们白天才能走到那条小路，可能是考虑到安全的问题吧。偏偏当时呢，已经下午6点多了，天很快就会黑下来。原本我和张伟计划呢，先找一个平坦的地方露宿一晚，待到白天再走的。毕竟我们都不知道那条山路有多长多深。可是啊，组织我们领头的名叫李阳，就怂恿大伙赶紧往前走，赶到天黑之前到达村庄，找户人家呀给借住下来。可能是因为大家伙呢都不大想在山里露宿，所以啊就异口同声的支持领队的意见了。我和张伟呢并不熟悉这些驴友，但是呢自己不能搞特殊啊，于是我们只能无奈的跟在他们后面走进那条小路。这大概走了能有1个多小时，我们还是没能到达那个村庄，而天色呢已经黑了下来了。这大伙心里啊都有些不安了。领头的李阳在前面呢不断的安慰大伙，给大家伙呀加油打气。可惜天一下子黑的呀，我们就找不着路了。大家掏出手电筒照亮前面的路，这路的周围是很密很高的草，被风吹的呀是稀稀疏疏的响着。附近呢还有不知名的虫叫声，再加上大伙紧张的心跳声，这条路啊竟变得十分的可怕了。不久呢，就有一些女生支持不住了，差点就要哭出来。我们一大群大老爷们儿顿时也不知所措了。突然有人喊了一句：“嘿，那里有光！”我们呢就朝那个方向看去，确实有稀稀疏疏的灯光。再走近点儿，我们看到了一户人家，是一座呢很大的府邸。这门前灯笼的亮光就吸引我们了。张伟呢跟我摇耳朵，说他觉得不太对劲，这周边呢没有人，只有这户人家。这当时我也觉得呀有些蹊跷，而李阳呢却主动去敲了那户人家的门，嘴里念叨着呀希望能够借宿一晚。来开门的是一个面目慈祥的老人，大家呀一下子就松了一口气了。这老人大致问了一些问题，就让我们进去了。我们刚进去一半，这队里的一对小情侣啊突然拉着手就跑了，脸色很匆忙。这李阳呢赶忙喊他们回来，可是他们呢越跑越远。我和张伟跟李阳说呀，我们去追，就跑在他们后面。跑出去很远，我们才追到那对小情侣。那男的呀一脸恐慌的跟我们解释，说呀那个老人他底下没有影子。张伟说，会不会看错了？
可那个男的坚持说呀，他看了好几遍，就是没看到影子。这才让我们想起那老人确实有不对劲的地方。他身上穿的衣服似乎不属于这个时代的。我和张伟决定和那对小情侣一起走到村庄再说。但这条小路究竟有多长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走了好久，一路上很不安。张伟突然停下脚步，因为他注意到那户人家的灯笼的亮光。我们都受到惊吓了。我们一直在绕圈子，可能是夜深迷住了路，走不出去了吧。这可怎么办呢？那女生紧张极了，她的男朋友满嘴的安慰她的话。我们再继续走走吧。张伟对那个女生说道。毕竟大家都没有打那户人家的意思，只不过这李阳他们怎么样了，我们不清楚。我们又走了很长的时间，可是我们真的迷路了，因为我们又经过那户人家，仿佛那房子有独特的魅力在吸引着我们。那女生忍不住哭了起来了，说她再也走不动了，也不想再走了。那个男生很无奈，开始怀疑自己，也可能是我看错了，说不定就是我看错了。我们还是回那户人家吧，和李阳他们在一起吧。那个女生也十分卖力的点头。我们就又回到那座府邸前，出来的依旧是那个老人。在幽暗的灯光下，我们确实看不到那老人的影子。其实我们心里都害怕极了。老人慈祥的笑着让我们进去，情侣先进门了，可张伟却拉住我了。他说，我们回来这里，为什么李阳他们不出来接我们呢？而且仔细看门里，发现根本没有任何灯光。我们犹豫着，最终没进去。那个老人也奇怪，什么也没问，就把门关上了。这我们在寂静的门前不知所措。我和张伟决定继续走路，毕竟这心里已经决定不再进去了。尽管我们心里都彼此知道有些诡异，但是心照不宣。在这个黑夜里，我们闭口不提，似乎迷路的魔障莫名其妙的就破解了。我们走了差不多有半个钟，就看到了很多亮光，那就是我们寻找的村庄了。我和张伟终究找了一户好心的人家住下了。第二天，我们边欣赏这山里的美景，说起昨晚的事儿。尽管是大白天，但说到这件事儿我们还是心有余悸。等了一整天，我们还是没等到李阳他们进村的消息。也许他们迷路走不进来，所以自己先出去了。我们的手机从进山开始就没有信号了，只剩下我和张伟2个人，也就不能在这里多待了。我们决定离开时天色已经黑了。为了避免迷路，我们打算第二天一早再走。这村里的村民很好客，煮饭的大姐跟我们说这一直沿着小路走就能出去。这我们当时就有点困惑，竟然只有这一条小路，那我们当时是怎么迷路的呀？这第二天我们走了有半个钟，就遇上前天晚上的府邸。或许说是一座废墟，周围长满了荒草，看起来已经废弃了几十年了。红树林奇遇。夜幕降临时分，曾大伟和当地的官员开完会之后，让人们开了几辆车，带着一帮兄弟驶向海边。他兴奋的挥舞着肥厚的一双手，蹉跎满志的指着这广袤的一片红树林说道：兄弟们，把这些红树林砍掉之后，哥哥就能呼风唤雨了，到时候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兄弟们一听，仿佛看到了金山银山，立刻欢呼起来。就在这个时候从林子里忽然钻出一个大肚子的女人来。她瞪着眼睛狠狠骂道：天都黑了，
你们就不能消停点？我们还要睡觉呢。这曾大伟转过头呢，借着淡淡的月光，看到是个满面风霜的老妇，他顿时尖酸的讽刺道：哟，这么大年纪了，就算是露宿海边还要生，估计是想了一辈子儿子吧。这妇人一听，不知可否的笑笑，意味深长的说道：随你怎么说，老天自有公道。听完这话，这老妇人呢，自是不敢惹曾大伟。曾大伟呢，在兄弟们的劝说下，也骂骂咧咧离开了海边了。汽车呢刚上路不久，曾大伟突然感觉这腹痛难忍，途中一连几次下车解决腹泻，不一会儿就快要虚脱了。他又嚷着浑身发冷，兄弟们一摸，发现呢他肌肤滚烫，急忙把他这个财神爷送到医院了。这医生检查后说，曾大伟是立即发烧，挂上药水就能控制住。可是一连过了2天，他的体温还是没降下来，反而陷入了昏迷中了。这一来可把闻讯赶来的曾母给吓坏了。这一天呢，眼见又到了下午，曾大伟仍然未醒，曾母是焦虑不已。他在病房内踱来踱去的，猛地听到曾大伟在病床上嘟囔着：妈，红树林果实榨油，救我！这曾母心里一惊，一下子就想起了浑身是宝的红树林了。随即他急忙离开医院，打车到了海边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天色已经黑尽了。曾母在红树林里是寻寻觅觅，想找一个大个的果实。他以前呢就听人说过，这红树的果实榨出的油恰好能治痢疾发烧的患者。就在这时呢，他隐约看到林中蜷缩着一个人，不禁吓了一跳，后退了好几步。林中的人影呢，虚弱的爬起来，艰难的站起来以后，喘着气伸出手对曾母说道：我知道你是为儿子而来，我们同样为人母，我懂得你的心情。你把这几颗果实拿回去榨油救他吧，但是如果以后他还打这片红树林的主意，他将继续陷入昏迷。曾母看清了面前是个老妇人，对老妇人的危言耸听的话，他感到奇怪，也隐隐的有些不安了。此前他知道儿子曾大伟为了暴利勾结官员，拿到了林木采伐证，打算在这里砍伐红树林后修建什么项目。而这些红树林一旦被砍伐，这一带的生态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。对于儿子的所作所为，曾母是极力反对的，但琢磨着眼下这个机会，应该可以劝住儿子了吧。曾母战战兢兢地接过那老妇人递来的果实，确信这是上好的果子，向老妇人连番感谢后，很快沿路就返回医院了。当曾母将榨出的果实油滴进曾大伟的嘴里后，曾大伟不久就醒了过来。当晚他的体温就恢复正常了。曾母很惊讶，因为听人说服用了这个果油，最快也要第2天才能退烧的。那么在红树林中遇到的老妇人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曾母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他抚摸着曾大伟的额头，语重心长的将海边那位神奇的老妇人的事儿给说了一遍。哪知曾大伟一听，顿时又来劲了，大骂道：那寒酸的老太婆的心思我知道，她是怕我砍掉红树林，她就没地方住了。她这是唬人的方法，是不是太小儿科了？曾母呢，见他不知好歹，也担心他继续昏迷，便虎着脸喝道：你这次要是不听妈的话，我就去找曾氏族长。这曾大伟长这么大，从来就不怕母亲的，但对族里的长辈却是很顾忌的，于是只好乖乖的躺在床上。这第2天的时候，曾大伟趁母亲还在熟睡的时候，偷偷带领几个兄弟
赶到了海边的红树林。他怒气冲冲提着汽油，恶狠狠地向红树林那边赶去了。丛林中还有一个简易的帐篷，曾大伟咬牙切齿地说：让你这可恶的老太婆在这里住，一把火烧了清净。为了解恨呢，他亲自一桶一桶地浇着汽油，直到他累得浑身是汗才停了下来。就在手下拿来打火机等待曾大伟点燃红树林中那简易的帐篷的时候，远远的呀传来曾母声嘶力竭的大喊声：大伟，不能烧，那是我的家呀！曾大伟呢愣愣的看着母亲跌跌撞撞的冲了过来，才知道啊，母亲被自己赶出家门后，为了不让当地人知道他的不孝，曾母呢只能乔装到这没有人烟的海边了，搭了个简易的棚子栖身。这愕然的曾大伟有些不知所措，他从没想到母亲过得如此凄苦，张着嘴刚想说什么，忽然这林中呢发出了一些奇怪的爆炸声。曾大伟和母亲循声找去，他们通过电筒的光线呢看见神奇的一幕。这红树林母树的树身正在裂开，体内呢无比饱满的果实也砰然炸开，孕育多日的子树轻盈的跃出，在清晰的月光下闪烁着让人震惊的光芒。曾大伟的心里啊，此刻有种说不出的感觉，这才明白红树的繁衍方式在陆地植物中是极其罕见的，是胎生之物。母树会把最后的养分全部注入果实，并用自己生命的终结来庄严宣告子树的诞生。曾母呢，则是诧异地看着母树的残枝，忽然喃喃地对曾大伟说道：原来呀，救你一命的那几个种子就是他给我的。说着呢，曾母重重地跪在地上，伸手想去将母树的残破的肢体给保护起来。这一幕呢，终于彻底惊醒了曾大伟了。他狠狠地扇自己几巴掌，大骂自己不是人，接着又让手下立刻找来水桶，淋着海水一桶一桶的浇在红树林的枝干上。他要把那些汽油，不，那些贪念全部给稀释掉。红树林的母爱提醒并感动了曾大伟，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抱着母亲止不住的大哭起来。这一刻呢，他庆幸着自己还能拥着母亲。这个时候，曾母手中的红树木全部化为灰烬了。一阵风吹来，曾母恍若看见灰烬聚集在一起，逐渐成了那名老妇人的影子，同时也隐隐地听到她说：谢谢你保护了我的孩子们。曾母是悲从中来，止不住的大声哭着：是我要感谢您呐，不仅救了我儿子，也让他迷途知返，还保护着这里千千万万个老百姓。一张没敢洗的照片。文革期间的服装呢，色彩极其单调，一般常见的颜色也就是蓝色、灰色、绿色。那时候的人们呢，都崇拜军人，也喜欢绿色的军装。如果这男女青年有一身真正的军装，肯定能招来周围的羡慕的目光的。即使呢仅仅是一顶军帽，或者用军绿色布料仿制一件军衣，也同样会感到自豪的。这18岁的娟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女青年，她特别喜欢军装，还想着呀穿着绿军装照一张这英姿飒爽的照片。她看到同事小芳最近穿了一件军上衣，很威武，真像个女战士，但自己呢却没有门道弄到真的军装，就央告妈妈呀给她做一件军绿上衣。妈妈已经答应了，但是呢还没做好。娟子呢是在一家纺织厂上班，才半年多。小芳比她早来2年左右。他们的车间呢工作是每周6个班，每班8个小时，3班倒，即白班
中班、夜班轮流着上，1个星期轮1次。工厂在市区里，他家呢住在城乡结合部的村子里，离厂子的距离呢比较远，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，这1个单程将近1个小时。上白班呢还不觉得怎么样，这下中班和上夜班时，路上行人稀少，要是1个人走在路上，这心里呀还真有一些打小鼓了。这好在呀，小芳与他住得不远，2人一起结伴走，就觉得好多了。他们上下班的路上呢，要经过一座烈士陵园，这晚上路过那里啊，风吹着园子的这个松柏是沙沙作响，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。即使他2个在一起，也依然有一些心里发毛，总是加快车速骑过去。这个礼拜呢，又轮到上中班了。很不巧，小芳最近被调离了岗位，去了这个长白班的班组。这下呀，就剩下娟子1个人走了。这天下班后，他一路上忐忐忑忑骑着自行车，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他。可是呢，他回头看看，什么也没有。接近陵园的时候呢，他更紧张了。偏偏这个时候，车链子掉了，他急忙下车，在昏暗的路灯下装链子，却怎么也装不上。又急又怕，就四处张望，希望能看到一个过路的人，请人家呀帮帮忙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从陵园的方向走来一位军人，身材呢特别的魁梧，端端正正的戴着军帽，身上的军装呢很是平整，浓眉大眼，长得挺英俊的。军人就来到娟子跟前，行了一个军礼，就蹲下帮他安链子，几下就安上了。娟子很是感激，连声的向军人道谢。军人没有回答，只是冲着娟子点点头笑了笑，又行一个军礼返回去了。娟子也赶紧上车往家骑。这第2天、第3天，娟子骑到陵园的时候，总是重复出现头1天的情况。他呢，虽然对那个帮忙的军人颇有好感，但总觉得呀，这事情有些怪怪的。他一开始呢是瞒着妈妈没说这事儿，后来终于忍不住就对妈妈讲了。妈妈是个老封建，讲究男女授受不亲。当听了女儿讲了下班时有一个陌生人给安链子，立即就叫了起来了：那可不行，明天下班叫你哥去接你。娟子的哥哥呢是个出了名的懒汉，一听说让自己去接中班下班的妹妹，就老大的不愿意，怕耽误自己睡觉，但是母命难违，他又不得不去。对此呢，娟子的心里是极其矛盾的。他从一上班开始就希望哥哥呢晚上能接送自己一段路程，那心里多踏实。可是呢，他那个懒哥哥从来都没有接过他送过他的表示，所以啊，他也不敢奢望。而自从那位不认识的军人给他安车链子之后，他非但不再感觉那段路啊阴森可怕，反而在心中萌发了一种朦朦胧胧的冲动，总是想着呀找点理由在那多待一会儿。而这种情况下有哥哥在场，那多不好意思呀。从次日起，哥哥晚上就到陵园附近等着接妹妹。奇怪，自从哥哥来接他以后，这娟子的车链子连续3天没掉过。车链子不掉了，却给这娟子平添了一丝惆怅。虽然这前几天掉链子时，那位军人呢每次与他在一起的时间只不过2-3分钟，但是军人的英俊相貌、威武身姿、点头微笑以及那标准的敬礼姿势，都已在娟子的心里扎下了根了。娟子呢有些发痴了，她经常心不在焉，
有时呢会自己偷偷的傻笑，甚至呢还能笑出声来。小芳和娟子是无话不谈的好姐妹，她注意到这娟子的憨态，感觉娟子肯定有心事儿。在小芳的逼问下，娟子和盘托出了掉链子的事儿。听完她的话以后呢，小芳明白了，原来娟子发的那种状态是初恋少女的痴。小芳呢则是笑着说这娟子是在害相思病。娟子的的确确呢也是在害相思病。她的脑海里面呢常常出现那位军人的形象，她甚至呢憧憬着与他一起谈心聊天散步。她还幻想着呀穿上军装与他合一张影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又该上白班了。娟子妈妈也给女儿做好了军绿色上衣。娟子穿着上衣对着镜子是左照右照，十分的满意。她与小芳约定抽空一起去照相馆拍一张这个军医的合影。这一天中午工作间休息时呢，天气阴沉沉的像晚上一样，估计快要下雨了。娟子和小芳急忙换上军绿上衣，跑到工厂附近的照相馆照相。摄影师呢是位戴眼镜的男同志，他建议他两个照一张半身照，既可以突出面部，又能看出这军绿色的上衣。他俩按照眼镜的吩咐后就坐稳了，摆好了姿势，眼睛叫他俩呢再微笑一些。咔嚓一声，眼睛说照完了，挺好的。这相票上写明了2天后来取。过了2天，他俩高高兴兴的去取照片。到了服务台，交给服务员相票，可服务员呢看了看相票，却说没有洗出来。这娟子和小芳当时就非常生气，质问服务员：票上明明写着2天后来取的，怎么还没有洗出来呀？服务员呢却支支吾吾地说：没洗的原因得去问摄影师。他俩又气冲冲的去找到眼镜，质问他到底怎么回事。眼镜看他俩来询问，这脸上呢则出现了紧张的神色。他口不应心的说：这相没照好，所以没来得及洗。娟子和小峰呢更生气了：那天你明明说照的挺好的，怎么今天却又说没照好呢？这算什么为人民服务呀？他俩呢是你一句我一句，连连发问眼镜，这话说得很刻薄。被他俩这连珠炮似的抢白了一顿后，眼镜被逼无奈了，他有些战战兢兢地问他俩：那天是不是你俩来照的相？他俩说是。眼镜又问：给你们照相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其他人进过摄影室？他俩的回答呢是。眼镜呢又强调了一句：我记得清清楚楚，那会儿就是给你俩照的相。他俩肯定道：没错。眼镜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似的，带着恐惧的腔调说道：哎呀，这是我干了摄影工作10几年了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怪事儿，给2个人照相却照出了3个人。这娟子和小芳一听觉得挺奇怪的，就连忙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眼睛这才说出了这事情的原委。娟子和小芳那天照相，顾客同志走了以后，眼镜到暗室处理底片。定影显影工作完成以后，他打开检查灯，检查每一张底片。这是他多年的工作习惯，一是出于认真，二呢是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。当他呢检查到娟子和小芳的合影底片时，他大吃了一惊，只觉得脑袋嗡的变大了。他记得清清楚楚，当时只有2个漂亮的女青年穿着军装来照相的，没有旁人过来呀。可是底片上
却明明是3个人呢，是自己记错了。可是怎么回事呢？自己没有记错呀，也太奇怪了。难道……左思右想的犹豫了半天，眼镜最终没敢洗这张相。娟子和小芳听了眼镜这番话以后，都感到非常的吃惊。就像他要过底片看看，两人一看底片，只听娟子啊的一声，满脸的惊惧，眼睛直直的呆住了。小芳也有些恐惧，她似乎明白了什么，痛苦的直摇头。这随后小芳向眼镜说了一句千万别洗了，就拉着像木头人一样的娟子出了照相馆。回到车间以后，娟子才稍微回过一点神来，但依然木讷，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完了。不用细问，小芳已经猜出来，这底片上那个站在娟子身后的人，肯定就是给娟子安车链子的军人了。可怜的妹妹，都怪你太痴迷军装军人了，这才招了灵异作祟。小芳叹道。这后来娟子精神失常了，时哭时笑，经常直呆呆的看着前方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有时说上一些话，别人谁也听不懂。真可惜，一朵美丽的香花过早的凋零了。又过了很多年，一提到照相，小芳仍旧心有余悸。